怎么关啊 ？Hello， 大家好，我迟到了，因为我想等我的那个隐形眼镜，但是他还是没有送到，所以就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今天可能等一下要戴框架，我现在是近视的状态。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哇，好久没这样直播了，有点紧张。我的社媒动态有点多，我应该屏蔽一下。好，先不管它。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刀，然后今天是导演的 reaction 的周二，对，然后我会先和大家一起看一下第8集和第9集，对，然后完成一下这个工作任务，别紧张。OK， 然后等我reaction 结束之后呢，如果大家对于剧集上有什么，比如说疑问，或者说想要讨论的部分，大家都可以和我连线，对，但仅针对于剧集内容或者制作内容或者幕后一些关于制作上的花絮，好不好？好，朋友们，我是有点紧张，看得出来啊。然后因为就是比较临时说要和大家直播，所以像直播的一些脚架之类的都没有准备好。好，我就先放了。不好意思，朋友们，我看一下啊。上周是播第几集啊？第8、9，然后我现在的这个网盘里面呢，有我们所有故事的，有第10集，然后还有11集、12集，对，我不会给大家剧透的。原来直播是这种感受啊，是有点紧张哈。第8集的，大家不介意我等一下，他们 reaction 是怎么做的？是放在一边，他们是放正前方，但是我这样放，我这样放屏幕上可能放不稳，有点滑，这样子 OK 啊。第8集，冯小姐，您觉得这种地下情的状态在情感上是否对你不公呢？可以吧？当然不会，有点太大了。我们都不想给彼此太多压力，这种状态会让我们感情更稳定一些。那为什么要突然决定公布了呢？这不是探班被拍到了吗？所以就声音让 OK 吗？他承认了呗。有消息说甄老师正在拍一部不要刷其他了，尺度很大，声音 OK 不 OK？ 你会介意吗？怎么会默认 OK 啊？拍戏而已。如果说不是同志电影的话，大家听到我说话吗？反而我可能会更担心一些。大家听得到我说话吗？对手戏的演员您见过吗？张老师啊，见过，他人还是很 nice 的，我们还一起吃了火锅呢。太大了啊，听得到。别看了哥，这样，我的准哥，算我求求你，咱们清醒一点吧。你呢，只是拍了一个同志电影，你又不是 gay， 你这样让嫂子怎么办呢？刚刚这样子呢？这样子会大吗？会不会大，朋友们？可以哈，还是有点大，那我再调低一点点，2个 ，OK。要这样子小了一点，好吧？我自己都听不到了。我不会耽误他，我会和他分手。什么？你疯了吧？哎呦，行，咱也不说 gay 不 gay 的事儿。现在人家那边都爆出恋情了，你还要一头扎进去，你这就是傻。手机。我们小邓的演员演得特别好，他会觉得他平时都很可爱吧？听不到了，没关系，我再大一点点。现在可以哈 ？OK。让一让！您既然公开了和龚小姐的恋情，为什么又说感情不确定？我不喜欢媒体过多的关注我的私生活。什么情况啊？采访我是你们的事，
我的爱情是我自己的事。大师先生，你说一下啊！您刚才也承认自己在热恋中，难道对象不是胡小姐吗？什么情况？很抱歉，我并没有用。其实你们看，就是张准演的是 OK 的，因为我们那个所有的手机的画面都是后期嵌进去的，对，所以他看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无实物的表演，只有剧本的文字上面的内容。又小点声，听不到我的声音。哦，剧的声音太大了，这个怎么办呢？我如果下次还要跟大家直播的话，我尽量去公司直播，公司的设备会比较多一点。冲上去我觉得特别好玩。我只是想见他。医生说了，没大碍，就是吃太辣了，伤了胃。你看看这两个男的啊，当着女朋友的面在这干什么呢？怎么还得给你买点水果？来的晚，还不带东西。跟我说说你的梦。张准看了他一眼，然后被牵到床上去了。你看，你是可以接受别人触碰的。你看，你是可以接受别人触碰的。只有你。咦，肉麻死了。你忘词了吗？你要说，我听到你的心跳了。你听到我的了吗？摔了，没摔他脸上就已经很给他面子了。你们接着对戏，我去给你倒杯牛奶。我要是冯雨婷，我直接把那手镯我直接砸张准脸上。他知道。帮帮我，我难受。是胃疼吗？这些，你他妈哪儿难受啊？我哪儿都难受。快，帮帮我。你怎么这么骚啊？二的。你们练武的不都是很讲究吗？怎么会打耳洞？听说我们就舒媛打了耳洞，这个我就很生气啊！就这两个人啊，你说剧组演戏的时候你不打，你这个都杀完青了，剧都播了，你打了，你当时因为他们没有耳洞，因为两个小朋友都没有耳洞，所以就是给他们找那个耳夹是很麻烦的。一个是他们可能自己戴着会有点痛啊，因为长时间夹着的话，然后第二个是很容易掉，有时候他们那个因为是磁吸的嘛，就很容易掉。如果当时不扎一个，当时就应该给他们扎一个。的确漂亮。这个吻戏。输液了，还不老实。我的号很安全。我又没有干什么事儿。我很高兴你了。你当然高兴他了。又亲上了。Honey。戏对好了吗？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我送你。好好照顾自己。手没抖，因为我架了个桌子在床上，它会有点点还是一如既往不稳。谢谢。我觉得冯雨婷说这句话，她可能也在夸自己。
我也是。说吧，多少钱？什么条件？5000万，外加一部电影，2部 S 加，上星大班底，至少要女2。这个台词是我改的啊。1000万，你值因为原著的话，大家都知道是2000万嘛，我当时觉得2000万有点少吧，对吧？咱们就稍微加点儿。好，分期打到你的账上。不过现在还不能公开，沾哈尼你的光，豪车代言，机会难得。对，起码得要个5000万。什么豪车找你代言？专门卖给小三的吧？你再嘴一句，加1000万。我不知道那个，我们这个在海外，因为我们有各个国家的版本嘛，他们的翻译我不知道他们翻译的是，比如说5000万是翻译是当地货币嘛？如果是比如说5000万韩元或者5000万，一些就是可能货币价值没有那么高的一些国家，就可能没那么贵。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翻译的，到时候有兴趣的小朋友。有兴趣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去，到时候可以去当地国家的时候看一看当地的版本，我们的那个货币价值是多少钱？品牌方还没，或者他们直接是用的人民币？不过可以说吗？你了解这个直播间不会耽误你的事。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帮你的忙。咱们谁也不想把路走窄了，不是吗？我们应该有官方的英语翻译和官方的韩语翻译。按理说，甄老师这事儿，咱们还得再停几天。但是现在时间紧，这场戏特逗，我告诉你朋友们。所以今天就得复工，明白？可甄老师他好了吗？他能拍吗？无人在意吗？人不在呢吗？啊！哎呀，甄老师，您恢复的真快啊！有人挂念着，知道，自然就好。来了，张老师。收到。这场戏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在现场都笑到爆。这场戏呢是方澈作为奖励，带着高准来酒吧放松。就是你们看到的张准的所有的一些表演反应都还蛮下意识，他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然后被我们拍到的。然后我们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呢，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哎，Tommy，我在。嗨。我们 Tommy 老师演的也很好。那咱们先走戏吧，老师。好，那咱们走一遍。一会儿你就跟张老师说，你说小师哥有男朋友吗？然后按你的形象来，谢谢啊。张老师，你就正常演。就这样啊，那咱们走一遍吧。好。小帅哥，哎，对，你有没有男朋友？哎，老师，咱别往他胸上摸，搭他肩膀上就行。不往他胸上摸，我没感觉啊。不符合我的人设呀。就这段戏的时候吧，就是你看我们镜头如果是给到张准跟 Tommy 的表演的时候，当时奥利就会在旁边看，然后也会很开心，然后拍后面那一趴真心跟 Tommy 的吵架那一趴的时候，舒媛也会在旁边看得很开心。对，我当时有拿手机去偷拍。那按您的情绪来，张老师接过火呗。小帅哥有没有男朋友啊？太夸张了，老师啊！这个特约你觉得怎么样？不错的。哪个影视学院的？他不是科班的。他呀，什么是真 gay。而且在他们那个圈里还小有名气，你没搞错呀？专门找的，陈导专门让选角去找的。好吧，说是怕直男演不出这种感觉。演副导，我先走了。不懂来了，就得这样。不是，我们演员都是，我们不关心演员的性取向啊，朋友们，任何演员，我们所有演员的个人隐私问题，我们作为剧组我们不是很关心。甄老师啊，我特别吃你的颜，大家不用上升到那个，我觉得是个人隐私的东西。敢不敢说真名？对，刚刚对那位含情脉脉的，
怎么对我就话里？咱们要专注表演，朋友们，表演，它首先得是演员，其次才是其他的，干净，对吧？咱们作为导演也好，或者说作为观众也好，咱们先关注他的表演跟故事。哎，你觉得我这款怎么样？我不是你们那个圈的。是，他那款是好，看上去好糙。这种闺秀，没擦过的时候都是人模狗样。这个是不是得小声点啊？就特别骚。OK， 过了那盘。怎么着？说着你心头肉了？要动手？哎呦，大明星大影帝，我就不信你敢在这儿打人了！干什么？帮忙！打人！哎，是！救命啊！画画的手可真重。对不起，没怪你。我是绷带吗？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我的原发色，我现在是小寸头，我是寸头。好不好？我进组的时候剃了光头了的。不走，留下来干嘛？我怕，我真的怕。晚上通宵开灯，不敢闭眼。那些记忆纠缠我的时候，我只能想着你。你别把我拉近了推开，我受不了。我怎么会推开你呢？只是有时候，我觉得真心的这套衣服其实挺好看的，这套西装，就是还蛮他本人的。是因为我不干净了，配不上你是吗？我们只是在治疗。你握住我的手，你像个情人一样握住我的手。还有你之前做的那些，我现在离不开你，每时每刻都在。我记得第8集播完的时候，我们的童子老师当时还给我发微信，说他超喜欢第8集。我没被强暴。但是我们之前更新是第几集的时候，他也会跟我发，他会偶尔跟我发一下，就是他很喜欢那一集的时候，他就会去和我表达这个，就是这恐惧，对于故事的喜欢吧。你的世界里。但我其实看就是我一定要这样这个剧吧，我看太多遍了，就是从粗剪到现在成片，我都能背上词儿了。别松开我，把我弄碎了也别松开。哎呦，有点累，手拿着，这样拿着吧。这种感觉不会再有了，这是你们两个的节奏。哎，张老师，车来了。哎，你回吧，我和甄老师再聊一下。我后悔了，我应该录播的，真的，甄老师。因为我没有道具，我要手举着，我好累啊。这些啊，我觉得你那个小女朋友挺不错的，别折腾了。可我只愿意爱他。我也不愿意多管闲事，只是冲着你和秦姐的面子，我得提醒你一句：这个关于走错一步，粉身碎骨。陈振森的这一段话啊，朋友们，爱一个人又没有错。我们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彩蛋，你不怕一时情迷？很好玩，那个彩蛋。明天会死，今天就不吃饭了吗？走了，等会儿。
年少轻狂，怎知世人眼光，可怕的很。因为我们陈振森的基本上这部戏的所有角色，都是我来定的。然后我当时看到我们陈导的这位演员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形象很符合我在和编剧老师创作的时候，包括我去听有声剧也好，还有原著的时候想象中导演的形象很贴合，所以我就很快就定了这位老师。然后导演的配音呢是暂停一下，导演的配音是当时有选另外一个配音老师，但是我当时觉得不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就是我们后面跟配音团队再沟通了一下，然后请了有声剧的陈振森的配音老师直接配了这个角色，就很对位，就是会带有一点港台的腔调，然后也不会过于的沉重。好，大家好像不是很关心我说这个东西。好 ，OK， 我继续往下发。不关心也听着啊。求张老师可怜可怜我，收留我，收留你被他赶出来了？对啊，分手了，自然就被撵出来了。关于这趴戏，其实很精彩，朋友们。他没说什么？没有。一个心都不在他那的烂人，看着多烦啊。那他没哭吗？他怎么会哭？当然都是后期配音，朋友们，我们所有的角色都是后期配音，我们没有用同期声，用了就是用了啊，没用就是没用，没用同期声就是没用同期声。爸爸妈妈，别看我还没做好，你亲手做的。这不是广告啊，朋友们。抱抱猫猫，抱抱猫猫。我发不了誓，这不是广告。我确实该好好抱抱我的猫猫。早点睡吧，我定个闹钟，明早叫你起来。我看太多遍了，这声音还要小一点吗？哎，我可以打 PK 去。哦，这一段。你说干嘛呢？你不想吗？我。明天还得拍戏。这一趴戏其实我们拍了。知道。我们有2个版本吗？我忘了，我不知道有没有2个版本。今天晚上我来帮你。我有点忘了，我真的有点忘了。其实我做过一个这样的梦，那次我喝多了，梦见你，就像现在这样，你在帮我。你喜欢那个梦吗？我觉得这个表演有点很真实。喜欢的。Hello， 喂，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文刀的直播间。OK， 你看我们这个空镜拍的多好看啊！这不是拍的啊，这是花重金购买的。
第2天了。就大家不知道，其实因为我很近视，我散光也很高，然后我没有戴眼镜今天，所以我现在看那个屏幕，它就是它那种若隐若现的那种感觉，就真实感，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很可怕。该化妆了。我在说什么？我知道。能说吗？怎么又亲嘴了？大哥。那个通告时间改了，化妆提早2个小时。早餐我放这儿了，还有忘过门铃了。大家如果有关于剧集类的问题的话，可以等我 reaction 结束之后会开连线，仅限于剧集啊，其他的我会直接把你拉黑掉。如果你问其他一些我不能回答的问题，我会把你拉黑。高先生，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啊，不要被我拉黑掉。老师 Justin 出来了，真巧，你怎么在这儿？哦，然后突然想到，我们最开始的设计的话，因为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第8集跟第9集，已经发现我们戏中跟戏外的画幅是会做一定的变化的，对吧？但是在我们最开始的设计上呢，我们是戏外的画幅跟我在说什么？就是戏外戏内的字幕的设计，我们也是做了设计的。就相当于是戏中戏的部分，我们会更加的偏国内院线上的宋体，然后嵌入在画面当中，就会更加电影感更足一点。然后戏外的话就可能偏黑体，像电视剧一样那样的字幕。我们当时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对。然后我们也是出了差不多前4集，是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版本的，但是最终为什么否掉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要给不同的海外的播出平台，对，我们给它的 SRT 的文件里面，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装字幕的文件，它叫 SRT， 对。然后那个文件是没有办法去记录我们字幕的字体以及它出现在画面所在的位置的，所以最终就没有实现这个版本。不过我觉得未来有机会，如果是比如说在一些特别的活动或者怎样，大家想看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片段的戏中戏，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机会放给大家看的，因为那样电影感会更加足一点。对，因为为了区分戏内戏外，我们确实无论是从画幅啊、色调啊，包括我们音乐团队的设计上面，都是做了不同的区分的。然后还有特别是我们这部剧，我们应该是用了特别多的音乐的，无论是我们买的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制作的也好，就比如说像 Tiger in My Love 什么之类的，我们纯原创的也很多，但是然后还包括纯音乐的板块，就是大家可以听到有很多是一些纯音乐的东西，是也是我们纯原创去做的，对，不是去买什么那个罐头音乐啊什么之类的去做的。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去买一些授权的版权音乐，对。然后我记得是纯原创的不带人声的音乐，我们应该是至少做了15分钟左右，应该会是有10首吧。音乐团队还取了不同的名字，还蛮有意思的。会不会发布？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原声带会不会发。如果会发的话，应该会官方通知；如果不发的话，就不发了。我来做咨询。老师你，我也是。老师，上周订的那个美术馆前期工作已经结束了，我在公司总碰不上你，一直没机会汇报。
不熟。高先生，到你了。对，他们的电话铃声我们都是专门有去做设计的。他竟然来了这里，他是什么病？他是普通失眠而已。中二病。我们贾斯汀有点中二。失眠的人，你很关心他。我记住，记住，离他远点，离他远点。越远越好。为什么？是他说了什么？你绝对不能和他单独见面。能不能告诉我，他做了什么？直播应该没有回发。非要我明说吗？我不喜欢你和别的男人多接触，特别是他。能做到吗？我会的，我会做到的。最近睡得好吗？脑子乱糟糟的。我要是说我一直在想你，是不是不可以？想我？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想你什么。想你的手。想你的手。想你的声音。总之，想起你，就不会想起那些不开心的。戏中戏没有单独剪辑的版本，其实铃声都是特意设计的。你可以住我家。真的？哦，我知道这场戏了。我关灯了。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各个渠道的版本，应该都清晰度先拉着我的手。不一样吧？因为有的清晰度可能比较低，有的清晰度比较高。但其实我们拍摄的版本应该是4K， 对。然后我们交付到各大平台，他们能够支持的上限是清晰度是2K。你做得很好。所以我电脑里的版本应该是清晰度最高的。我在这。能看到非常多的细节。第8集没有什么特别有难度的部分啊，就从制作层面上而言，我印象中是没有，声音也是第8集很快就过了，调色也是很快就过了。放一声。哦，我们的二创活动是包括抖音的，我们有个抖音的二创活动的链接，然后包括还有某 B 字开头的平台，还有小字开头的平台的二创的活动都是有的，有那个链接，大家可以参与那个二创活动。我记得是会送拍立得吧？你亲亲我吗？会送他们的，会送亲签拍立得还是拍立得？我忘了，有点。反正那个东西就是一张嘛，就是世界独一无二，你拿到了就拿到了，我们自己也没有留备份的，好像。高传，别让我一个人，别拒绝我，下去。铃声还好，铃声没有，就是铃声就是
设计了一下，没有花什么功夫，其实。喂，老师，睡了吗？我，老师，这一趴戏，他们在刚进组的时候就让表演老师带着他们去演练了很多次。我手机里面还有那种侧拍的，我本人拍的，的小视频。这一趴戏就是他们完全自由发挥，没有给他们讲什么调度，就大概跟他们讲了一下人物的心理状况。哇，衣服脱掉了。哦，我们音乐配得很好啊。第8集没有大家在意的那场戏，对不对？我看第8集应该是立马是贾斯汀要进来了。进。哦，我这样子看会翻白眼是吗？大家会解我的白眼，对啊。放桌上吧。还这样看吧。18岁以下的就不要和我连麦哦，我也会把他拉黑掉。老师，昨晚你去哪儿了？你放开我！放开我！我觉得既然要出镜的话，就稍微，咱不能污染大家的眼睛，对吧？得稍微洗把脸。我伤哭了。放开我觉得加斯汀演的也很好。还有很变态的结束了，这音乐配的恰到好处，很好。OK， 结束了，我可以跳片尾啊。我为什么可以跳尾？因为我想跳，看一下。别介意啊，强公子客气了啊。片尾是广告，关掉。OK， 第8集看完了。然后我们开启第8集的连麦环节，就是第8集，如果大家有对于第8集内容方面或者各方面想要提问的，可以申请连麦。对，但我还没有连过麦啊，我没有抖音连麦的，大家不要说一些不太好的，大家注意用词啊。对，然后我仅针对剧集制作和内容方面，或者一些我想回答的问题，如果但凡是大家提问到一些我不是很想回答的问题呢，我就会把大家直接拉黑掉，好吧？大家那个保护好自己的账号，我们后续应该还是有很多次直播的，为了别被我拉黑掉，大家就还是注意发言啊。想看我的电脑不让看，我的电脑你是想看就能看的吗？我电脑好多东西呢，一堆的东西。小说改成2000万，为什么后面改成5000万了？是因为那个年代2000万可能还行，现在我觉得就是咱得让他身份更足一点，就往上面抬了抬物价。对 ，Hello 你好，哎你不能 Hello 你好，听得见吗？听不见，你说不见。好的，哎，我想问一下，可以问第9集的吗？就一起问啊，可以、啊，因为已经看完了，没问题。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在瑞的时候就说有拍一些就是其他角度的花絮，这个大概什么时候放了，或者是以什么形式放出来？什么叫其他角度的花絮？就是你刚刚说，就是你有，就是比如说在床上那个镜头，有说从其他角度拍的。
应该不太会放。就比如说，就是我这个问题不能是广泛的去说啊。就比如说第8集，它可能那一场抱抱猫猫的戏，我们可能有其他的拍法，对其他的设计，然后我们可能最终选用了现在的这一场设计呈现给大家去观看，然后另外的设计就相当于是我们 pass 掉的版本，所以那样子的版本应该目前是没有计划要释放出来给大家观看的。对，你能理解我说的吗？我能理解。嗯，但是我想问一下，因为它第9集就是红酒那个剧情，它结束的很突兀，可以问一下，它后面会放出来吗？有删减吗？还是没有？哦，就后面就没有了。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然后我觉得可以有。为什么你们老觉得红酒那是被删减的呀？就从因为它镜头跳转的很突兀。哦。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因为按照原著来说，方高之间它后面还有一些剧情，但是好像挪到前面去了。那方高下一个戏中戏出现，就是他们重逢吗？因为我还没有遇到第9集啊，我不知道第9集方高分手了嘛，对吧？应该是分手了，搬了。他搬了。第9集的方高卡在哪个点上啊？卡在就是他们打分手电话，然后高准在哭的。对。哦，那然后你的问题是？就是他们下一次出现，就是他们重逢吗？还是说按照原著来说，他们中间有一些剧情？有剧情。我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对，我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对，因为他最开始放到开头那几集放出来了。还是要通过画幅去理解。就比如说，比如说你是指的，比如说3、4集的有一些戏中戏的部分，对吧？我们可能通过戏外的方式去呈现了。但是它如果我们的画幅不是电影画幅去呈现那趴的故事的话，那就说明那趴的戏我们还是会正常的按照原著的故事推进去推进的。就是你想要的，我不知道你是想看还是不想看，你先告诉我你想看还是不想看。因为前面已经有一点了，所以说不太想看。还好，其实我们知道有部分观众朋友们在意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已经很尽可能的，你是看过原著的对吧？对，那你就知道我们已经就是很尽量的避免这个问题了。但是为了故事的推进，该有的还是会有的，但是尺度应该是，比如说原本就是像我之前说的，就可能只有一个2%、3%这样子。那后面可以问周边的问题吗？你不要一边看弹幕一边回答哈。我没有看弹幕，你就回答你自己的，你就自己想问的。主要是看弹幕就不止问这些了。OK， 那你我再回答你一个问题，好吧？然后我就下一个朋友。周边会只出玩偶，还是会像其他剧出一些盒子之类的？我现在能说周边的问题吗？我们有工作人员在看我的直播吗？能给我发个微信吗？来都来了。对，来都来了，说了吧。玩偶是他们已经曝光了嘛，对吧？大家通过2位的 reaction 或者说直播间已经看过我们的2个玩偶了。对，那2个玩偶应该会你是问的是哪种玩偶啊？是我们剧里面展现的那个版本的，还是他们 reaction 的那个版本的？应该是他们 reaction 版本吧。他们那个版本的会出，应该还会有不同的尺寸的，会有我记得啊，我说话就是如果我说的话和未来发生的事情不一致，大家就当我放屁就好了。然后就是会出很小的一只的，就是可能就只有这么大一点点，就10厘米、15厘米的。对，可能就是一个小包挂，然后还会出。那会出盒子吗？盒子是什么？就是其他剧他们会放一些花絮或者做剧集相关的东西，就是未试出版本那种，
会放在盒子里面，和周边一起打包出。玩偶应该是仅限于玩偶。哦，就周边仅限于玩偶。对，玩偶应该是仅限于玩偶，但是它好像会有3个版本，会有个很超级大的版本，然后有一个中型版本，就跟那个星巴克杯子一样，小杯、中杯、超大杯那样子。然后最后能问一下，因为导演你也写了你的选角日记，可以就是弹幕上也在问可不可以出这个选角相关的。那就等下一个朋友提问了，你的问题已经很多了。好吧，下次见，拜拜。我不能说你问题已经很多了啊，对，这样的感觉像赶课一样。下一位啊，我的设备发热严重，建议立即降温啊，因为是大家的热情让我的手机设备这么很自觉。OK， 然后我在哪儿开始啊？还有人抢先连线是什么？给我付了钱吗？我不需要大家给我付钱啊，大家不需要给我送什么礼物，大家送的每一笔礼物我都能拿得到，但是我不需要送。Hello， 老师，无名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但是可能有点，他们好像觉得有点温度过高，稍等一下啊。有点卡是吗？我听你的声音没有问题的，你听我的声音有问题吗？好，没有，我这边没有问题。OK， 你有什么问题？我其实想问一下第一集，因为第一集开头有一场 NC， 然后应该是方赤跟高准的线吧，因为是真心跟张准拍的。我想问一下，这一场剧这个画面在后面会有吗？不会，那就是个影子。就是让我们拉回到这个1个月前的一个契机。好的。然后还有什么想问的呢？因为前面那个姐妹把我脑子里想的问题全部都问了。OK， 那没有关系的，你可以再想一个吧，实在想不出来不需要硬问的朋友。我想一下，我看一下。之后会卖网盆吗？就是会。大家这么关心周边吗？对，因为就是想买想吃一下嘛，然后其实都是花絮问题，想知道之后那些花絮的频率会不会比较高一点，因为现在感觉每天都比较很少一点。我想一下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就是按照我们的花絮的数量来说的话，应该不会特别少，因为我们是从剧进组2位演员进组当天到我们杀青开机，就是全程会有2台测机位去拍摄他们的花絮。但是来了，但是有很多比如说大场面的 NC 戏的时候，我们是做了清场处理的，就是在这方面的话是不去让花絮组去拍的。因为我们觉得还是要先保护2位演员为主。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尺度没有那么大的 NC 戏是花絮组是会在现场的。对，那可能那部分的花絮是不是后期再通过其他形式进行一些曝光或者释出的话，这个可能得去是周边团队去考虑的问题。目前来说的话，我没有得到任何讯息，就我这边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讯息，就是我了解到的层面上。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想问吧，那个二搭会不会是你拍或者怎么样的？会不会有二搭这个存在？或者如果不能回答，不要把我拉黑了，求求了。好，我们先把这个叫无名的拉黑掉。怎么操作？哎呀，不要！开玩笑。求你了，求你了。关于二搭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因为我们这部戏还没播完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聊这些东西会有点早。
然后我确实接收到过2位主演向我明确的表达过2搭的意向，但是以至于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然后是以怎样的形式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再很认真的去想一想。好的，谢谢老师解答。OK， 拜拜。拜拜。老师您好。你好，你这是 YE 还是压抑啊 ？E。一个字儿啊。OK。对，然后我这边大概呢有5到6个问题，我尽量少问一些，可以吗？5到6个问题。我尽量缩减一点。剧集相关的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特别想问，之前第2、3集这一段，它有几个特别神级的转场，是一些剧组临时起意，还是就是已经提前说好的那种转场？基本上所有的转场设计都是我们提前设计的。拍的真的太厉害了。是吗？真的吗？你再说一遍。真的很好看呀，那转场真的很神呢。有多神？巨神，神级转场，100万级转场。第2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拍摄的时间线，我是比较想问的。神的时候，你说的神的这个东西，你去豆瓣给我发5个帖子。你就说我没有豆瓣啊，没有豆瓣啊，那就去超话给我发5个帖子。然后就是它这个拍摄的时间线是大概是从前期往后期，还是倒着这种？我知道你想问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剧组可能会顺场拍，对吧？可能根据故事发展的顺序去那样进行拍摄，但一般那样子的一个拍摄方法，更多的会在电影去实现，因为电影的故事量会比较少。但是对于电视剧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去顺场拍，或者是怎么样去拍。就是电视剧的更多的一些处理办法还是会根据场景。对，比如说，今天这个场景有空，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个场景给拍了，或者说这个场景，比如说1、2号是有空的，我们就优先把这个场景给拍了，是这样子去拍摄的。OK。我这边有点卡，怎么回事？可能是我手机的问题，因为我习惯性不给我手机充电，所以导致我现在的手机4%的电，然后我插了个充电宝。好，然后第3个问题呢就是导演和演员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是否会处于一个一致的状态啊？等一下，他们说你是托，说你刚刚夸我的，你快告诉他们我是不是托？你是不是托？绝对不是托，我绝对不是托，我只是一个单纯爱追剧的小女孩，谢谢。OK， 没问题。会出现不一样的理解，这是当然的。我个人的导戏的风格也是比较 open 的，对，我很喜欢我的演员，他们对于这段戏或者说对于这个人物会有不同的理解，然后我们彼此去碰撞，可能这样子出来的效果会有惊喜，或者说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对OK，真的大家对于角色的理解都太厉害了。这就然后没必要这样。还有一个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导演，您对于2位演员的这个学习能力，是觉得他们学习的能力比较厉害呢，还是其他的一些？你想让我明白了，你不是来夸我的，你是来给我挖坑的，你想让我被骂？没有，完全没有挖坑，这个问题是刚才直播的时候我写下来的。你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就是对于演员的学习能力，你觉得是你就回答是不是很厉害，你就回答厉害。厉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之前追剧的时候有提到过，有几场戏是因为场地的时间不够，然后有一些会没有就是做到最完美，你会觉得有遗憾吗？当然会有遗憾，但是影视创作嘛，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没有办法的。对，就是我很遗憾，然后我会想杀死很多人，能说杀吗？天，等一下
对不起直播间，就是想要送很多人走，对，然后一直在送很多人走的那个路上，就是在徘徊，但没办法，我觉得就是一定会有遗憾的。那我们可能能通过一些后期的手段去拯救一部分，那如果实在拯救不了的话，就让它留在那儿。对，好的。然后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不耽误大家时间了。你怎么会是耽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关于选角，但是没有那么的，就是选角是演员他们自己递的本子，还是你们导演进行角色选取然后邀请呢？什么叫他们递的本子？他们凭什么选本子？不是，就递的简历啊，不好意思。你是想问2位男主演是吧？对。2位男主演都是我们主动邀请的。好的，谢谢，我知道了，谢谢。哟，来了个李书友。那你能听到吗？能听到。豆山你好。不好意思，我这边声音有点小。我就是剧集相关的嘛，但是我有一点点想要问你本人的，就是有没有想要挑就是别的本子，就是大家有在期待一些别的本子什么的，就那个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一醉今年？我有看到有些人会那个艾特我发这个东西，但是具体我只知道它是水大的一本小说，然后具体是什么故事我不知道。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吗？就最后一个。就想问一下导演，就是泰国好不好玩？好，以后我直播间这种带小猪头像的全部拉黑。然后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很无聊，朋友们，就是我没有拉黑他，他自己跑路了，不是我拉黑他了。我不能给大家看这个，就是首先呢，我要很严肃的先说一段话，我觉得任何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一个行为都是违法的，是不好的行为，然后以及造谣我的一些个人隐私的东西，我是一定会绳之以法的，无论你是在内网还是外网，我对此非常的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私生这种行为就很不好，然后如果私生的话，然后还是有一些就是我不像隔壁什么李总啊、杜总他们之类的，他们可能管的事情很多，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搞这个事情，对。而大家知道我的性格的，对，我的性格呢，我很有时间，并且我也很有我的脾气不太一样，好吧？我们去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去的行程也是不一样的。我去的话是要去看那个场馆一些大家知道的一些东西，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杂志方的小伙伴，所以大家不是在一起的，好吗？然后是出现了，是哪一号出现了那个私生的问题了之后，我稍微去看了一下他们，对。因为确实这个问题，因为毕竟2个小朋友的年纪还是很小，一个20岁，一个24嘛，就是没有办法那样的去弄。我又不是鬼，朋友们。
因为首先是我的那个东西不太一样。好，下一个问题。Hello， 导演，你是好人吗？我是好人，绝对好人。你放心，我不会问你太过分的问题。不是好人，刚刚我有连线记录，我要把那个人的，不是他不好啊。我们中间出了个叛徒啊，他那个人。OK， 好，导演你听一下，我想问你2个问题，可以吗？可以。然后第一，他们的哭戏特别好，然后2位从前也没什么演戏的经验，全是自己哭的吗？说实话，真的是他们自己哭的。当然，他们就是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一个是就是哭不出来，我觉得就多引导嘛。当然就是比如说哭好了，大家就会我会让全部的工作人员给他们鼓掌，他们就会很开心。哇，导演你可好了！我就觉得自己演的可好了，然后以至于到后面他们已经受不了了，就我不需要他们哭的时候，他们也哐哐在那哭。哇！对，然后我就会把它剪掉。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这部剧他们的亲热戏自由发挥的很多吗？还是说多数是你在指导？说实话，这个是因为大家看过入续原著的话就知道，入续原著的 NC 的戏有特别多，对吧？对，我们对于有一些戏是会有很明确的一些想法的，所以我们就是会去做一些设计，然后有些没有想法的，还是会让他们自己来，并且他们很会自己来。就是他们自己来的话，就是我们总归是一个提前设计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的丝滑，他们自己来的东西就会更加的丝滑。好，我没有问题了，导演你把我踢了吧。好人，这个吕萌是吧？这是你本名吗？对的。OK， 你以后买我们周边的话，我送你一张我的签名照啊！记住，我们周边的工作人员有菜的吗？哎呀，谢了。你没有很想要的样子。OK。这个。OK。Hello， 能听到吗？能听到，你说。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李淑媛挺贴合角色的，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发现他的？就是怎么是从这么多素人里面挑到他的？等一下，这个话有坑，我得仔细盘一下。最直接的吗？最直接的其实是因为他的脸。因为好。对，然后对，你就问了一个问题，就回答你这个问题。OK， 第2个。就是他们这个见面会能不能多开几场？这个我们演出团队的小伙伴在看我抖音吗？他们有提需求啊。OK， 我们收到了，我会去转达的。好的，谢谢导演，谢谢。好，这2个问题吗？我觉得你人很好，你可以多问一个。我现在有点紧张，我先下了吧，还是？你别紧张，你必须得问，你不问你别走了。啊？你紧张吗？挺紧张的。我感觉前面很多问题就是已经把我想问的都问过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好。那在你心目当中，我看你的头像，你应该是 CP 粉对吧？对。那你是更爱苏媛多一点点呢，还是更爱奥利多一点点呢？你这不是给我挖坑吗，导演？没有。其实更爱你多一点点。哇哦！导演，你长得也很帅的。
好，真的要是没有你就没有这部剧，就是真的也是很谢谢你。你后台发我私信你的那个身份证啊，那个还有那个姓名，好吧？我们懂的都懂，给你安排好。行。你看别人，我就喜欢这些真心的人，真心又诚实的人。OK， 思喜有什么问题吗？思喜，思喜，思喜。你不回答就把你踢掉喽。我靠 ，Hello 的。哦，怎么一下上来两个？等一下啊，我可能点错了。那就那个。先把我踢出去，我是下面那个，我是后面的那个。等一下，你先闭一下麦，你让上面的那位先问，好不好？我不会呀，哥。看一下啊。哦，看到了。OK， 加油 ！Hello， 你好。友军乖狗哦，你好。你是怎么说？就是你是刷到疏远的那个视频，所以选的疏远吗？好问题。这故事很长，一讲要讲10几分钟。那你讲吧。你有没有？就是确实是一开始觉得舒媛和张准的形象上会比较适配，会觉得这小朋友挺好看的，然后我们就去联系了他的公司，然后我们就线上进行了面试，然后他那时候可糙了，你真的就是很山东，不能这样说，我又说错话了，就是很旷野。那奥利呢？奥利是就觉得奥利没有那么帅。然后有点砍，就我们觉得就是奥利吧，就是他很符合真心。你说他帅吗？他能有什么帅呢？对不对？他不也就是可能他是山西省排个前10，排前5，对吧？也就那样子了。对，然后就觉得就是他个人性格很适合，然后我们也是当时给他线上聊了聊。对，然后线上聊了聊之后，因为我问他们，我都会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嘛，我会很直接，因为我知道入戏的尺度很大，我就会说你能不能接受和男生湿吻。对，然后他是比较坚决的回答了我 OK 的，就是秒反应 OK 没问题。对，然后我觉得那是他吧，好吧，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我们创作过程当中演员你是要有信心的，你对于这个故事是喜欢的，对于这个角色是保有创作的一个激情的。那如果你是有信心很好的能诠释好这个角色的话，那我就很愿意选择和你一起合作，这是我的一个方式方法。很会选人呢，两个人真的特别好，对，特别厉害选的人，选到两个很好的人，你也很会选人，你也很厉害。太棒了，还夸的不够好，所以你没有什么小礼物。好，下一个啊，那我再夸夸。这什么？等一下，我要点开断开。
我怎么又被骂了啊？大家来刷上一盘那个东西。哦，这个人要取消禁言。哦 ，Hello， 导演，可以听到吗？啊，可以。好，我先感谢一下，非常感谢导演把剧组的这2个人拍的这么好看，让他们扛住了横屏这种，因为一般横屏拍出来就人都不怎么好看嘛。然后也希望入戏大爆。好了，接下来我开始提问了啊。就是如果我的问题不合规的话，因为我不知道。如果铺垫了这么久，一定是没有憋什么好屁，我告诉你。没有，你最好没有，听我说。哥，听我说。第一个问题是，我想问2位演员，就是在拍戏的那个空闲时期，会用什么打发时间？然后如果当天没有自己的戏，他会来看对方的戏吗？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每天都会有他们的戏。他们是男主，怎么可能哪天没有他们的戏啊？对，因为那个我看着是那天会有那个高准跟其他人的对戏，或者是奥利跟其他人的对戏，就是那种。那也可能就是仅比如说，不可能一整天没有他的，就可能比如说就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没有他而已。好的，谢谢导演。然后第2个问题是。我想问，就是因为是你选择他们的嘛，对不对？然后我想问是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就是他俩？然后是先确定了哪个演员，然后确定第2个演员的时候，是否问过第1个演员的意见？这可以吗？这可以问吗？我可以问，但我有点想不清楚了。说实话，我真的记不清到底是先确定的谁。我们先确定的谁啊？我可能后面有机会再回答一下，但我现在确实是记不到了。那可以想一下，确定第2个演员的时候是否问过第1个演员的意见呢？这个会问吗？确定第2个演员的时候，是否会问第1个演员的意见？第1个演员的意见，我们不会问他意见，因为这个是一个那种双男主剧嘛，就是得看他们有没有 CP 感，就是否会让他们来过试过戏这种，就是让已经确定好的演员，然后来搭配后面面试的演员试戏，这种会有吗？我们不干这一套。好的，谢谢。我怎么走？我请你走，我送你走。好。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剧组他会，比如说先确定了某一个演员了之后，然后再去根据那个演员进行其他的搭配选择，然后最终定一个演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们不这样，我们这个就是觉得，就是觉得，你很适合这个角色，他很适合那个角色，我看你们2个人就是有一种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对，那就定了。我们是这种，我们不太搞那种一个人搭另一个人，起码这部戏我们没有搞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对，并且我们对于演员的信息还挺保密的，我们不会很就是满世界说我选了这个人，我选了那个人，对，我们不会，我们一定是在我们按照我们的计划，2个人在第1次见面，或者说他们应该会在第1次见面之前就有了解到谁去演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对，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下一个，美食园环游记，我应该去开个签收，真的是。怎么突然到我了？我也不知道，我明明是请的那个美食园。好，你能听到吗？可以，你说。
因为我可能问的跟大家不太一样，我可能更想问一些就是从创作角度或拍摄角度来讲的，就比如说像第7集啊，因为其实我很喜欢第7集，第7集就是那个472部嘛，那里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情绪的高潮，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前后是有反差嘛，前面其实是一段比较激烈的那种对手戏，他一个人就是张准比较在等那个真心没有追出来嘛，但是这一块的拍摄手法，我就感觉导演好像挺少用手持的镜头，感觉很多都拍得比较平稳，就对于我们观众来讲，就尤其到后面又是情绪爆发的时候，又叠加了很多，就是他追出来说472部那里，就是很浪漫的镜头，又叠加了很多升格啊、大全景啊，就是月轴这种拍，就有点像 MV 的质感，然后就感觉前后反差，没有太露出来，就会觉得有点难以共情，就不知道是导演当时是为什么这样设计这场戏，因为我其实以为本来会更激烈一点。真的啊，我组织一下官方语言。我这个，实话嘛，我也别组织官方。实话就是我当时想这么拍，我就这么拍了。这认真。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景，就是这个景就只有这个时间，拍完就要杀掉了，然后就时间比较紧，还是就是你喜欢这种就是偏这种质感的 MV 这种慢一点的这种节奏？根据基本情况的话，我会觉得那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是最好处理的。从现实的执行的角度来考虑是吧？从现实执行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那样子的怎么说呢？完成度会是最高的。OK，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挺喜欢，就是有一些设计，就是包括像刚刚你有聊，就是我们戏中戏，就是包括现实跟戏中戏，就这种蒙太奇的切法，就是你会用一些光影啊，包括色彩还有画幅，包括那个颗粒度上面，其实有一些区分嘛，我有看到有一些噪点啊之类的，就是区分戏中戏跟现实，但是就是从虚拟的那个戏里面切回来的时候，包括这两块，就是感觉有一些你的剪辑或者是镜头上的运镜上就是很雷同，就是不知道这样设计的考量是什么。因为我本身以为就是你可能现实的会是这种节奏，那如果是戏里面的话，因为它本身设定是电影嘛，对吧？所以我以为可能镜头会更电影感一点，但现在看好像就是光影色彩跟那个画幅上的一些区别。我没有考虑，我觉得这个是要通过来个专业的了，那我就专业性的回答一些问题吧，不然显得我很不专业一样。一个是我是觉得电影的一个文字载体跟电视剧的载体不一样嘛，对吧？电视剧的话可能更加怎么说呢，琐碎一点，更加台词艺术一点，对。但是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归根到底，我们首先得是个剧，我们并不是一部电影，对。所以我们只是从我的设计层面去考量的话，只是需要拉出戏中戏跟戏外的一个区别，但是我并没有想把戏中戏的部分设计成一个电影的完全体的表现形式。无论比如说是从一些我可以让它的台词性更少一点，更多的通过表演的方式去呈现那段故事，或者是说我通过一些长镜头或者说一些常规化的一些东西去处理。但那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一部12集的电视剧作品完成那样子的一个事情是很难的。了解。然后就包括当大家提到说像那个亲密戏份，有一些镜头其实觉得拍的挺朦胧的，就是细节比较少。想知道就是因为比如说你是在整体的这些 NCC 那么多里面有做一些就是轻拿跟重放吗？就比如说可能像前边部分这些你只是做一些铺垫，然后到重场戏，比如说77场那种会有更完整的呈现吗？然后你在设计这些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功课，或者有没有看一些别的片子或电影找一些那种设计的 reference？等一下，你再说一遍。没有，我就是想说你在那个就是在这个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亲密戏里面，就是感觉目前拍的都挺朦胧的，然后细节也比较少，可能都是动作跟声音上的这种啊。然后就是想知道你是因为篇幅有限，所以只想这一块做少部分的铺垫，然后在后面重场戏那个比如说是77段那里会有更完整的呈现吗？你在做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功课，或者是拍摄这些镜头语言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些 reference？ 我理解你了，你就想看没有啊，我问的挺那个，就是你是不是轻拿重放嘛，对吧？你就是想问我后面有没有更长篇幅的 NC 对吧？
是的呀。现在是第几集？8、9、10、11。现在是第9集了。说实话，我真忘了，我不骗你，骗人是小狗。自己的作品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忘掉呢？导演，你自己对这种作品，你应该很有记忆度呀，对吧？我看了200遍我的作品之后，我真的是想把它从我脑海里面洗掉。哦，好呀，但是我是真忘了，就是你可能问我故事线，或者说对于人物发展，或者说一些人物弧光，我可能能去解读。但是你要问我后面有没有大的 NC 戏，我一时间我可能反应不过来。但是后面那场是重场戏哎，如果按照小说来讲的话，你这个记忆度你应该有吧？我觉得。按照记忆度来说的话，其实是治愈那场戏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全小说我觉得最重场一场 NC。哦。然后。好呀，我没有，因为我还想问，但我感觉是不是要下一个人了？没事，你可以问你再问一个吧。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啊？我想知道就是这个片子的我们拍摄的制作周期是有多久，然后一天大概要拍多少个小时啊？然后就是有没有一些女性创作者参与咱们剧本的创作跟拍摄？因为其实有一些视角我感觉拍起来有一点点难拧。我们的编剧是女性，我们编剧全是女的。其实我们创作班底包括很多女性我们男性的反而是更少一点。对，可能很多的东西会让大家觉得所谓的男龄的东西，我觉得我就是我不管它是一个贬义词还是一个褒义词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对于每一段 NC 就是我除了导演的身份，我还是这部戏的总监制，所以我的唯一的一个目的是我希望我们的剧播得好。我可以在让剧播得好的一个情况下，所有人才能收获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在有这么一个前提条件下，我可以把我的一些导演的表达，或者说一些怎么说呢，一些作品上的东西会把它放在作品性的东西会把它归纳到第2位。能理解吗？你刚刚那个没有回答我，就是你们拍摄制作周期一天拍多久，有没有超班？不能回答。我记得这个是宣传组明令禁止我回答的问题。但是告诉你就是好的，还好。好的，辛苦了，拜拜。拜拜。好看专业的问题，感觉自己在上课。但很会问。导演你好，可以听到我讲话吗？可以。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导演是非常优秀的，因为之前也是做过演员啊，包括偶像等等多个行业。我想知道是什么契机让导演就是选择了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以及说入戏它其实是一个不算太主流的剧集，是什么契机让选择了导演这个行业，以及说入戏这部剧呢？就是作为群主，或者说作为群主来说的话，是要去对群内的内容做一定的保证的，对。但是我们的群往往都有点过多，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实在是难以分心乏力的去对每条群的每条信息进行有效的监管，所以我们就尽量的不在我的账号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对。懂了。然后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导演给自己取的这个艺名叫文刀，是因为刘它是一个文加一个立刀旁吗？不是，是因为我希望我自己的文字像一把刀子。你看卡掉了好多人。好的。导演，就是你微博更新的那些日记什么的，文字很细腻，大家都很喜欢看。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多多更新一下吗？好，没问题。好的，谢谢导演，拜拜。拜拜。